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强的内存芯片，它的存储容量为48GB， 最大传输速率为2TB每秒，这相当于它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处理完400多部5个 G 以上的高清电影。由于 AI 对数据处理量的需求正在爆炸式的增长，这款高带宽内存芯片和英伟达的算力卡一样，已经成为了超算数据中心的标配。各大科技公司纷纷加价抢货，今年4月份以来，内存的价格已经涨超300%。在这一轮涨价潮中，韩国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因为全球70%以上的内存市场都被韩国企业垄断，尤其是在高带宽内存领域，韩国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而同时，存储也是韩国的核心支柱产业。2024年，半导体出口占了韩国总出口额的31%，半导体产业占了韩国 GDP 的12%，而其中有65%以上都是存储芯片。随着内存价格的飙涨，韩国股市也节节创新高。从今年4月到现在，韩国综指已经从2000多点涨到了4000多点，接近翻倍。大家可能会好奇啊，小小的韩国是如何垄断全球存储产业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摸鱼。本期视频我就来复盘一下韩国是如何从一个农业小国发展成世界一流的半导体强国。从一无所有到制霸全球，韩国遇到了哪些时代风口，做对了哪些决策，对我们又有什么启发？这一次摸鱼看了成吨的资料，把它们浓缩提炼成20来分钟的视频，希望可以让你一口气轻松看懂。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请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摸鱼，谢谢了。在上世纪50年代，韩国被西方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没有发展前途的国家。这个国家资源贫瘠，一贫如洗，一大半的人都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当时韩国的人均 GDP 只有60多美元，大约只有朝鲜的1/4。但是你很难相信啊，在仅仅40多年以后，韩国就迈入了发达国家的队列，人均 GDP 超过1万亿美元。今天韩国人均 GDP 是朝鲜的30倍， GDP 总量是朝鲜的10多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际遇让韩国逆天改命？1948年，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度线为界，把朝鲜半岛分成了2个国家，北边的朝鲜站队苏联，南边的韩国跟着美国混。从一开始，韩国的经济是远不如朝鲜的。朝鲜半岛的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北边多平原，青川流域土地肥沃，工业所需要的煤炭、铁矿石、森林等等资源都集中在北边，而南边多山地，矿产资源稀缺，耕地面积也不足，无论是发展农业还是工业都欠缺条件。再加上在战争中，大量的工业和交通设施被摧毁了，电力供应也被北边给切断了。战后的韩国工业生产完全陷入了瘫痪，粮食、棉纺、工业原料以及资金通通依赖美国援助。此时啊，韩国可以说是天崩开局，不要说是造芯片了，韩国人连吃饱饭都是问题。那么在这样的困境下，韩国是如何破局并且成为了半导体强国呢？隔壁的日本提供了解题思路。日本和韩国一样，同样是资源贫瘠的国家，同样在2战后国内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50年代，日本迎来了奇迹般的复苏，其中的关键就成为了美国的代工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把日本作为在亚洲的后方基地，把大量的军需品搬到日本进行加工，给当地提供了生产线、资金和技术，也盘活了当地的就业。韩国领导人意识到，对于一个资源贫乏、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市场也很狭小的国家来说，想要发展内生经济、实现自给自足是很不现实的。韩国唯一的优势就是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所以说模仿日本成为美国的代工厂，就成为了当时韩国最好的出路，既能解决就业的问题，又能引进先进的产业。于是1961年朴正熙上台，制定了第一个5年计划，全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同时，政府发布外国资本引进法，允许外资在本国独资开办企业，并且享受多项税收、海关和贷款等等优惠。而这个时候呢，又恰逢60年代美国工人工资高居不下，为了降低成本，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开始寻求海外扩张，把高附加值的芯片设计环节留在本土，而加工制造的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韩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1/10，而且韩国对于美国来说政治环境十分友好，于是韩国又成为了众多美国厂商向外投资的理想目的地。1962年，美国先统半导体在韩国仁川设立了封测厂，紧接着德州仪器、飞利浦、摩托罗拉等等知名企业纷纷在韩国投资建厂。1965年，韩国和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的半导体龙头东芝、日立也开始在韩国投建封装和测试工厂。当时入驻的这一批美日企业，几乎是从零开始帮着韩国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首先是当时没有可用的人，因为韩国当时有80%的人都在务农，那么就需要系统性的培训。于是美日企业从基础的组装到设备操作规范，再到半导体知识，对韩国工人进行了系统性的培训。第二个就是搭建了先进的生产体系，为了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外企直接就向韩国输出了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什么精益生产、流水线作业通通给它安排上。
第三个是产业扶持，因为只有工厂还不行，还得有上游的原材料和设备，下游的运输、出口等等配套，倒逼韩国的本土供应链升级。到了70年代，韩国已经形成了以硅尾工业园为核心的电子产业集群，涵盖半导体封装、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等等环节。这就是韩国最早的半导体萌芽，也为后来韩国选择了发展电子产业这条路奠定了基础。进入70年代，韩国的 GDP 突飞猛进，增速超过20%，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汉江奇迹。韩国人均 GDP 已经来到了250多美元，逐渐和北边的朝鲜持平，国内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得到了大幅改善。这个时候，一些韩国人开始不满足于只做基础的加工组装，纯靠血汗工厂的模式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试图去寻找更有价值的商机。而恰好此时，全世界最大的风口来了。1970年，英特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 DRAM 存储芯片，它的容量为1KB，也就是1000比特。售价为10美元，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产物。在这款芯片被推出以前，世界上主流的存储器是磁芯存储器，它不光体积大，造价昂贵，而且能耗非常高。而英特尔把复杂的电路集成到了一个小小的硅片上，把体积、功耗和成本都打了下来。1971年，英特尔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处理器芯片4004，小小的几块芯片就可以取代原来厚重的机房，危机时代从此开始了。美国科技公司纷纷加大投资，不断研发出更先进的芯片。日本启动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联合东芝、日立、NEC 等等企业集中突破 DRAM 内存技术。而韩国这边，财阀中的财阀，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哲也看中了芯片产业的机会。李秉哲这个人是一个相当具有赌性的人，这一点大家在后面会反复的认识到。1938年，三星还是一家小型的贸易公司，主要销售蔬菜、鱼干和面条，出口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朝鲜战争后，由于国内的物资紧缺，李秉哲敏锐地发现了商机，先后创办了制糖厂、纺织厂和化肥厂。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生意越做越大，逐渐涉及到金融和房地产业。到了60年代，随着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入驻，三星和日本三洋公司合资生产黑白电视。后来，三星成为了全球电视面板霸主，这里就是起点。到70年代，李秉哲把目光投向了半导体。当时，韩国另一大财阀现代集团的掌门人郑周永曾经和李秉哲有过多次的交谈。李秉哲说想要做半导体生意，但是郑周永更看好汽车和造船业。他认为发展芯片是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因为在韩国本土几乎找不到懂芯片的工程师，所有的材料和设备都完全依赖进口。半导体制造业又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需要投入巨量的资金，更何况这是一个新兴产业，连美国和日本都还在芯片研发的初期，很有可能是长期烧钱而看不到经济回报的。但是李秉哲坚定选择走芯片这条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内存芯片容量已经来到 64KB， 而李秉哲决心研发出韩国本土的 64K 芯片。他通过相当激进的手段来达成这个目标，首先就是疯狂砸钱。1975年，三星收购了韩国第一家晶圆厂大韩半导体公司，更名为三星半导体。1978年，三星又收购了仙童半导体的子公司，并且从夏普、美光等等公司购买半导体工艺的技术许可。接着，他用5倍的高薪从德州仪器、夏普、东芝等等外企挖走技术人员，组建技术团队。那第二个手段是发动韩国的传统异能，偷窃技术。三星从海外半导体企业购买了大量的内存芯片来进行立项工程拆解，但是呢，有的关键的工艺很复杂，外企进行了技术封锁，即使是立项拆解也没有办法破解。于是他们就派出了技术人员到日本和美国，潜入他们的半导体公司窃取技术，有的人员甚至当场被逮到赶出公司。第三个手段是洗脑打鸡血，全员进行意志力训练。三星半导体部门的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长达90个小时，甚至连孩子出生想请假回家探望都不被批准。有开发团队的人员回忆，由于当时长时间的工作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很多人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在上班的时候意识模糊，直接晕倒。终于在1983年，经过8年破釜沉舟的投资和夜以继日的爆肝，三星成功研制出了 64KB 的 DRAM， 这是韩国半导体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此之前，韩国从事的都是简单的组装和加工，而这一次是以自主品牌的形式打入了国际市场。看到三星的成功，其他几个财阀也陆续下场。在1982年，韩国现代集团启动了半导体项目，从硅谷引进研发团队，聘请了大量的韩裔美国工程师。紧接着，金星社也就是 LG 集团的前身也加入到半导体的投资。韩国政府趁热打铁，在同一年推出了半导体工业振兴计划，向半导体产业投入了 3.46亿美元的政策性贷款，并且带动了民间超20亿美元的投资。其实在80年代初，韩国的芯片还是没有真正的上桌吃饭。在1982年，
世界主流的内存容量就已经来到了 256K， 而三星在1983年才研发出 64K， 现代在1985年才研发出 64K。 当时的存储器依然是美国和日本的天下，韩国品牌的份额不足 5%， 但是很快就有一场泼天的富贵在等着他们。80年代，美国在和日本的芯片竞争中节节败退。1981年，日本 NEC 率先完成了 256K DRAM 的研发，自此最新一代的内存芯片始终是由日本企业来主导。更要命的是，日本由于有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加上自研的设备和材料，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美国企业一颗内存芯片卖4美元，日本人说我只卖2美元，他卖的价格比你成本还要低，而且人家还有得赚，你拿什么去跟人家卷？从1980年到1986年，日本人把内存芯片的价格干到了原来的1/3。由于连续亏损，1985年，英特尔被迫裁员7000多人，大幅缩减了 DRAM 存储业务。德州仪器也在1986年关停了 DRAM 工厂。美国半导体的市场份额从 60% 萎缩到 40% 左右，而日本半导体的市场份额则超过了 50%， 夺得全球半导体霸主地位。美国人最开始扶持日本的电子产业，原本是想找一个廉价的代工厂，但是没想到代工厂学会了技术，居然靠着成本优势反过来背刺了自己，这怎么能接受呢？于是1985年，美国和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元相较于美元大幅升值，成本优势被削弱。1986年，美国对日本芯片发起了反倾销调查，两国签订美日半导体协议，日本出口的芯片被限额。1987年，美国又宣布对日本进口的电子产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在接连的操作之下，日本半导体产业遭受重创，从此萎靡不振，全球市场份额逐年下滑。那么，日本这么大一块市场份额被谁接住了呢？当然是韩国。此时的韩国企业刚好已经完整掌握了 DRAM 的研发和生产技术，并且成功研制出了 64K DRAM。美国踹掉日本，也需要培植下一个廉价劳动力工厂，于是韩国就成为了理想的选择。1983年到1986年，美国向韩国提供了技术支持、市场准入优惠和人才支持，通过扶持韩国起到打压日本的效果。韩国本土也不断出台政策，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在1980年，韩国半导体领域的研发投入约为850万美元，而到了1994年，已经达到了9亿美元，这个投资额差不多增长了100倍。在大力砸钱之下，韩国半导体规模快速扩张，并且实现了大量的专利积累。1989年底，韩国半导体相关的专利还只有708项，而到了1994年，已经上升到了3000多项，并且韩国还非常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由韩国政府牵头，联合三星、LG、现代等等财阀，与韩国6所大学形成了官产学的联合体，定向培养半导体人才，一起对最新的 DRAM 技术进行攻关。韩国的芯片研发实力自此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在1986年的时候，韩国研制出1兆容量的 DRAM， 比美日最新的一代差不多落后了1年多。1992年，韩国的64兆 DRAM 研发成功，与美国和日本的芯片同时发布。1994年，韩国全球首发256兆 DRAM， 又在1995年率先研发出了1个 G 的内存。韩国花费了大约10年的时间，与美日的差距越来越小，并且最终实现了超越。与此同时，韩国半导体的市场份额也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全世界第2大半导体制造国。彼时，日本正在泡沫经济破灭的惨痛之中，而韩国这边欢欣鼓舞，接过了日本失去的市场份额以及美国的巨量订单，经济取得了腾飞。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韩国的 GDP 增速都在 10% 以上。1996年，韩国人均 GDP 超过1万美元，正式迈入发达国家的队列。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韩国是踩着日本崛起的，日本失去了30年，就是韩国得到的30年。不过此时，韩国还只是美国芯片的附庸者，在存储市场的份额也不过 20%。从跟随到垄断全球存储市场，一举成为真正的半导体强国，还需要2场豪赌。我们前面说过，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哲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人，甚至很有赌性和疯劲。他的性格也深深地影响了三星这家企业的基因。在后来多次危机中，三星都选择了激进的豪赌，而命运也非常眷顾三星，每一次都刚好让他赌赢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电子产品的需求迅速萎靡。而就在过去几年，全球半导体投资过于激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的库存积压，单颗 DRAM 芯片的价格从16美元暴跌到4美元。产品价格跌至1/4，清仓大甩卖都卖不出去，而且芯片厂商们在行业上行期进行的各种投资，在下行期都成为了负担，因为厂房设备需要维护和折旧，银行的利息需要还，工人的工资还要开，这些通通都是成本。在这一轮危机中，
全球的存储企业进行了重新洗牌。1996年，日本最大的存储企业日本电器，也就是 NEC， 亏损12亿美元，裁员2万人；英特尔损失超20亿美元，裁员1.5万人，最终在1998年关闭了所有的 DRAM 工厂。1998年，德州仪器把存储业务卖给了美光科技，宣布退出 DRAM 市场。1999年 ，IBM 把存储业务卖给了东芝，退出存储市场。东芝多苟了2年，但是在2002年也撑不下去了，宣布退出存储市场。另外，像摩托罗拉、日立、富士通等等大厂都不堪重负，减产的减产，退出的退出。然而，有一家企业异常头铁，非但没有退出，反而选择了逆势扩张。从1996年到1999年，三星投资12亿美元，在韩国新建了4座半导体工厂，把 DRAM 产能从每个月10万片提升到了30万片。当然啊，我们与其说三星在逆周期投资，不如说产业周期的下行恶化就跟它脱不了干系。那三星这样做难道不亏吗？亏啊，当然亏。当时 DRAM 的价格已经跌破了成本价，卖一片亏一片。三星每年的亏损超过4亿美元，但是它依然选择满负荷生产。与此同时，韩国半导体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在逐渐抬升，几年时间就从 20% 来到了 40%。其实三星的意图很明显，它就是要趁其他厂商都熬不下去的时候再添一把火，把竞争对手都挤死，抢占市场份额。但这么做风险也相当大，因为行业下行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加上当时还有亚洲金融危机，营商环境也并不稳定。一旦公司无钱可烧，撑不过这个低谷期，等待三星的就只有死亡。但是三星偏偏就选择赌一把，赌输了破产倒闭，如果赌赢了，等到行业好转，其他对手都死了，那么就只剩下我一家独大，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红利。然而还真就让他赌到了。进入21世纪，互联网时代到来，个人电脑和服务器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大增，全球存储市场迎来了回暖。同时，2002年，中国加入了 WTO， 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打开了贸易的大门，三星就此活过来了。从2000年到2007年，全球存储市场的规模翻了3倍，而三星电子也走出连续亏损的阴霾，净利润从1997年的负610亿韩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超过1万亿韩元。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存储产业再次面临毁灭性的打击，而三星这一次依然如法炮制，选择了再赌一把。2008年，三星宣布把上一年的总利润的 118% 全部用于 DRAM 扩产。当时内存市场已经产能过剩了，而三星的扩产又加剧了这一状况。1GB 的内存颗粒从 2.4 美元暴跌至 0.8 美元，512兆的内存甚至跌破了 0.3 美元。直接连材料成本都跌穿了。2009年，德国厂商奇梦达宣布破产，欧洲玩家正式退出 DRAM 市场。2012年，日本厂商尔必达宣布破产，日本玩家彻底退出 DRAM 市场。而这一次，又让三星赌到了希望的曙光。2010年 iPhone 4横空出世，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启了。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对内存的需求爆发，整个行业再次迎来了回暖。三星充分享受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红利，三星的业绩从低谷快速回暖，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了3倍的增长。到2017年，三星的收入来到了697亿美元，超越英特尔的627亿美元。英特尔连续25年的全球第一大厂的名头就此让给了三星。2022年，三星电子又以2450亿美元的营收超越了微软的1980亿美元。我们不得不佩服三星的赌运啊！半导体制造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但是在每一次周期低谷都有下一个时代风口可以拯救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浪潮；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浪潮。2019年，眼看着手机和 PC 进入存量市场，再加上疫情的冲击，存储产业持续萎靡不振。但是很快 AI 的风口又来了。经过这几轮周期的大洗牌，全球内存厂商的数量从80年代的20多家减少到了3家，除了三星以外，还有另一家韩国厂商和美国厂商活了下来。1999年，韩国现代与 LG 集团2大财阀选择强强联合，他们把旗下的半导体部门进行了合并重组，并且把公司改名为海力士。后来海力士被另一大财阀 SK 集团收购，改名为 SK 海力士，目前是全世界第2大的内存制造商和第4大芯片制造商。美国的美光科技则是在每次周期低谷的时候，以较低的成本收购了日本东芝、日本电器、德州仪器、IBM 等等企业的存储业务。在熬过周期低谷之后它也充分享受到了行业复苏的红利。就这样，内存市场形成了三星、海力士、美光3家独大的局面，他们合计占据了全球 90% 以上的市场份额。由于 AI 需求爆发，今年高带宽内存可谓是一卡难求。今年11月，海力士通知英伟达，新一代的高带宽内存要涨价 50%。要知道英伟达是 AI 时代最靓的仔，是全球的科技总龙头。然而这个涨价的条件，老黄不但答应了，而且直接把 SK 海力士明年的产能都给包圆了。目前2026年的订单，海力士已经提前售罄。
另外，三星也在火上浇油。11月14日，据知情人士透露，三星准备进一步提高内存芯片的价格，相较于9月份涨价60%。随着存储芯片涨价，三星和海力士的业绩大增，三星电子的股价在半年内接近翻倍，市值来到了4500亿美元，而海力士的股价更是夸张，从9月份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市值翻了2.5倍。按理说，存储企业如日中天，韩国人应该高兴才是。然而，他们却越发惴惴不安，因为在兴盛之下藏着隐忧。今年上半年，半导体产业占到了韩国总出口额的35%，其中有60%以上都是存储。存储产业成为了韩国绝对的经济支柱。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意味着韩国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国运与半导体周期紧紧相连。一旦半导体产业有什么风吹草动，韩国就有可能伤筋动骨。2019年7月，日韩关系恶化，日本宣布限制对韩国出口手机屏幕、OLED 面板以及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材料。要知道，日本是半导体材料最主要的输出国，生产面板所需要的氟化氢，日本占到全球产量的90%；光刻所需要的光阻剂，日本占到了全球产量的70%。日本一旦限制，就直接掐住了韩国的命脉。而材料产业需要几十年的经验和工艺积累，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国产替代。另一个威胁来自美国。2024年3月，拜登政府要求韩国主动收紧对华出口和技术转移。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国，一度占到韩国半导体出口的40%以上。受到美国要求的影响，2025年1季度，韩国半导体对华出口同比下降23.5%，尤其是存储芯片跌幅超过40%，失去了最大的买主，这让韩国叫苦不迭。除此以外，中国还是韩国芯片企业重要的生产中心，三星有40%的 NAND 芯片在中国西安工厂生产 ，SK 海力士有将近一半的 DRAM 芯片在中国无锡工厂生产。由于 EUV 光刻机不能引入中国，三星和海力士只能在中国完成前段工艺，再把晶圆运回韩国进行 EUV 光刻，接着再运回中国进行封装，整个过程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在最近2年，半导体危机之说在韩国不绝于耳。韩国人意识到，表面上看他们是全世界第2大半导体制造国，可是说白了，他们还是当年那个代工厂。上游的核心原材料和设备掌握在人家手里 ，GPU 和 CPU 这种算力时代的核心产品也非韩国的强项。韩国不能只有存储，芯片产业需要多元化发展，关键材料和设备也得实现自主可控。2019年8月，韩国政府公布了加强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竞争力的措施。2021年5月，韩国发布了 K 半导体产业带战略，未来10年总计投资4500亿美元，在首尔附近建设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产业集群。2023年，韩国政府又推出了半导体生态系统支持计划，在未来5年向芯片产业投资2590亿美元，计划到2030年实现芯片产业50%的关键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的国产化。2024年到2025年，韩国又不停地为半导体项目加码，不断增加投资力度，加大补贴和税收优惠。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韩国的焦虑，半导体是明显周期性的，韩国不可能在每一次周期低谷的时候都硬着头皮压上国运去赌，所以他们必须在下一次周期低谷来临之前改变脆弱的产业结构。2018年以来，世界贸易格局风云巨变，韩国要在中美博弈的夹缝中寻求生存。虽然韩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成一个发达国家，但是代工厂的本质没有改变。韩国的产业结构单一，对外依赖程度过高，在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动摇。其实日本也好，韩国也罢，他们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本质是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美国寻求低成本把制造业产能外包带动的，他们的兴衰与产业链的链主的兴衰息息相关。要是链主衰退了，或者链主不高兴了，那么处于依附关系的小国就会伤筋动骨。今天，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也是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重要的一环。中国和曾经的韩国一样，目前的产业技术和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品有好几代的差距。中国也和现在的韩国一样，面临材料和设备卡脖子的困境。中国加速实现材料、设备、设计等等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势在必行。同时，韩国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政府的大力扶持、财阀的长期投入以及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国家的政策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叠加 AI 的需求正在爆发，也同样面临重要的时代机遇。在最新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我们国家把芯片产业放在了首位，将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的核心技术攻关，要取得突破性成果。我想，中国芯片产业的崛起是一个必然结果，而且已经离我们不远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摸鱼，我还会推出更多有价值的干货。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886。